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叉社新出的這一款重塗大鐵鏟。如今叉社的玩具都不帶說明書了，只有一張信用卡材質的人物卡。這回帶了2個目標戰士，我們已經安裝在了車型上，額外還有一顆替換的頭雕。但是目標戰士插在車兩側的時候啊，這個會顯得特別靠外，因為你並不能插到底。如果把這一塊全捅进去呢，它这个就在里边来回的晃荡了。其實這個地方因為中間是空的，所以這裡只有一個鑰匙孔來安插它的握把。我把它摘掉。2個目標戰士變形是同樣的結構，也是非常簡單。打開腿部和握把連接的2個扣子，腳踝轉正，手臂打開中間銜接的扣子，從這裡翻開，套背到背上。從這個地方扣子插住，握把折下來。2款的塗裝做的還是挺細緻的，用金屬漆做出來了分色的效果。電鍍輪毂、橡膠輪胎，推車滾動還是非常絲滑的。而且這一回改模的部分，在駕駛室的地方不是用那個棚子了，而是真的做了一個駕駛艙出來。前方這些地方的連桿也全部都是合金的，根部這裡有齒輪關節。雖然這一款是不涉及到合體的，但是它這裡邊的合體變形的零件還是存在的。整體來說，這輛的車型感覺還可以吧，就是之前在說的這一塊的窟窿沒有補足。那我們也是來準備變形一下吧。首先第一步，翻到底盤來，打開這一塊腿和襠部夾着的扣子，把這裡翻過去，然後繼續拆開下方這裡連接的插槽。疊放，2個輪子從側面這裡雙關節旋轉提到中間，然後拆開駕駛室根部這裡連接的插槽。車後邊引擎的部位我們往下拉一拉，在這個裡邊有連接的插扣，把這裡撥鬆，然後整個的掰下來，這2塊填進去。順着2條腿，把中間所有的插扣都打鬆。這個地方插得很緊啊，裡邊的這一塊還挺粗壯的。腿部180度翻出，注意它的連接位置，在這塊面板下方和裙甲這裡有一個洞。撥開，下方這裡打開，腿部就可以180度翻折出來了。膝蓋這個地方是合金的齒輪關節，這一塊拖出。下方這裡打開，翻轉，整理腿部，把這塊面板90度收納，然後再180度縮進去。腳部的零件翻出來，腳後跟打過來，腿肚子裡邊的這一塊旋轉一下收納，藏到這個窟窿裡，把它填平。然後在邊緣這方有一個擋肉的片兒，把它折進去。變成梯形的褲腿，在原色的鏟土機這一塊是要拉出來進行一個翻轉的，大鐵鏟這一塊取消掉了，所以小腿前面這裡是不用變形的。注意在側面這裡還有一個小的擋肉邊緣，也是它的插扣，把它折下去。胳膊的變形更簡單，從這個地方側裙甲和小臂這兒連接的一個扣子打鬆，然後把這個地方的扣子拆鬆，這裡的蝴蝶關節再折出去。整個把這條手臂的蓋子打開，翻出來裡邊的手腕關節，順着這個地方有一個滑槽，很緊啊，把它拉出來。其實在這個滑道的裡邊可以看到有上潤滑油，但是這一塊可能因為漆面的關係啊，特別的緊。第一次變形的時候使用點力氣啊。好，把這裡扣回來，結合90度平正。這一塊整個的抬起來，打開前面的蓋子。腦袋180度翻出來，注意在根部這裡有2個小的插點，順着脖子裡的孔給它定位。身體的部分其實現在就搞定了。最後我們來疊放背包，先把這一塊拉起來，在駕駛室的位置，這個地方是改模的部分，往後摳一下，這個地方有2個小的插孔，把它整個的延展打開。駕駛室裡邊翻起來這個蓋子。方向盤收納進去，拉起來這一塊的條，這一塊的靠背操作桿折平，接着順着這裡邊的滑道把它壓到最底下，
两个同时的進行。好，接着這一塊就可以折疊蓋過來了，進行了一個壓扁的操作。上方鏟臂的部分中間這裡有一個連接的鎖點，我們把這裡折一下，把這個鎖點摳開，接着進行180度的旋轉，把這一塊進行一個 M 字的折疊，讓這兩塊帶軸的部位捅到最裡面去。這樣就把整個的鏟臂壓平了，然後用這個邊緣的形狀去腰部這裡進行鎖定，肩膀位置這一塊的鎖扣再回來，蝴蝶關節的扣子鎖上，腰部回歸鎖上。它在變形成車型的時候啊，實際上是彎下來的這麼一個操作啊，所以人形的時候我們要把這一塊扣回去。整體來看一下，它改模的部分有哪些？首先，小腿這一塊取消了前腿板的翻轉，增加了2個目標戰士。頭部這裡重新開模，更換了更像大鐵鏟的樣子，而且做了一個替換的腦袋。車型狀態把上面的棚子變成了駕駛室，所以堆疊收納起來的時候，背包會比原先的鏟土機多出來一塊。整體看起來，其實塗裝部分做的還是非常不錯的。全身的零件幾乎都是上了這種亮亮的金屬漆，稍微對着光看一下的話，挺耀眼的。胸甲這一塊全新制作的造型，一輪一輪的像是散熱片一樣的刻畫。大鐵鏟作為一個相對來說偏冷門的角色，官方曾經在 IDW 時代，也就是帶漫畫書的那個 G 系列裡邊出過一個，還是個新模具啊。叉社這回用鏟土機的模具重塗出來，也是把這套模具的利益實現了最大化。而且鏟土機的這個模具相對來說，在叉社的設計裡邊還是比較簡單的，處理完的人形效果也非常的不錯。那麼大家覺得叉社這一回重塗的大鐵鏟做的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